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六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马克龙称中国可以在乌克兰发挥作用，拒绝脱钩。彭博社，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表示，在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的第一天，中国可以在解决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国总统还警告不要与中国脱钩，在北京与法国社区交谈。德国和法国是欧盟国家之一，他们通常寻求在贸易和投资、参与与维护欧洲价值观，例如尊重人权和对乌克兰等地区的领土主权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马克龙还加快了与中国建立更牢固经济联系的举措，支援了一系列商业交易。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中，他表示贸易互惠对欧盟至关重要。习近平试图在欧美之间挑拨离间。彭博社，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与习近平总统会面，对后者来说意义重大。后者试图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制造分歧，而不是以前优先考虑美中关系。这次访问还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并在2个城市进行，这对习近平来说是罕见的。他以前只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这样做过。中国官员对马克龙访问的积极接受，与冯德莱恩对中国的礼仪性访问仅限于访问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正试图阻止欧洲加入美国对该国采取行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北约盟国中拥有发言权，法国可以协助在这方面保持温和立场，特别是马克龙与普京合作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然而，随着安格拉·默克尔不再掌权，马克龙尚未看到他为达成全面投资协定所做的努力取得成果。马克龙正在推动单一的全球订单，并有几家大型和小型法国公司的高管陪同，包括废物和水管理公司威利亚环境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因为他试图在本周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宽体喷气式飞机销售。尽管法中贸易下降，竞争加剧，但马克龙访问期间寻求的商业交易可能不会为他提供太多国内支援，特别是因为他最近因有争议的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而受到批评。习近平向马克龙示好，希望拉开欧美距离。悉尼先驱晨报，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中国，试图改善与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商业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为期3天的访问是中国与其之前的亲密盟友美国保持距离的迹象。这也表明政府正试图加强与法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下台的情况下。马克龙访问之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处于低谷。中国正试图阻止欧洲在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等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在中国看来，马克龙的访问意义重大，因为他是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来自能源公司 Electricité de France、废物和水管理公司 Veolia Environnement 以及火车制造商阿尔斯通等公司的代表陪同他旅行。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正在努力确保向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的宽体喷气式飞机，这笔交易最早可能在本周达成。然而，
为法国公司争取商业交易可能不会提高马克龙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这位过去曾遇到过抗议活动的总统，如果他支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乌克兰和平蓝图，也可能面临争议。这一提议已被美国拒绝。此外，如果停火提案加上经济回报被欧洲接受，北约内部的分歧可能会扩大。马克龙谈中国执行与乌克兰贸易谈判。德国之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们将与中国总统习近平会面。两位领导人正在寻求修复与重要经济伙伴北京的关系。马克龙此前曾于2019年访问中国，而冯德莱恩正在以目前的职位进行首次访问。此次访问的重点将主要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艰难的贸易谈判和气候相关问题上。马克龙将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并要求该国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和平努力。马克龙表示，欧洲必须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尽管他认为与北京的贸易关系不平衡。他强调，中国可以在寻找乌克兰和平之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评论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在最近几天得到了重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周五，习近平总统将带领马克龙和一个由商界领袖和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南部港口广州，使7世纪第一艘法国船只到达中国海岸。在广州，马克龙将回答中山大学1000名中国学生的问题。在访问之前，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电话中讨论了这次访问，描述了他们与中国接触并在乌克兰冲突中参与建设和平努力的共同意愿。马克龙和拜登还呼吁中国促进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团结，以建立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联合议程。这次访问是欧盟领导人在 COVID-19 大流行、网络攻击和侵犯人权行为造成的持续摩擦之后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延续。欧盟国家之间的斗争正在破坏欧洲的网络防御。金融时报。据欧盟官员称，在俄罗斯骇客的协调下，对欧洲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威胁正在增加。这些担忧导致了如何应对此类攻击的计划，包括拟议的网络团结法。该法旨在加强和改善应对这一威胁的集体努力。然而，有迹象表明，该提案将引发布鲁塞尔和各国首都之间关于水管理回应的斗争，因为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国家都在努力保持地方对监控和评估其网络威胁的权力的控制。法国女工会领袖索菲·比奈 （Sophie Binet） 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劳工总联合会 （CGT） 工会领导人。他表示，养老金改革是他希望在自己的角色中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与法国总理伊丽莎白·伯恩 （Elizabeth Borne） 的首次会晤中，比奈将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称为养老金改革的取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在会晤前访问中国，而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将在与总统安杰伊杜达会谈后访问波兰。最后，欧盟的平均房价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跌，在欧盟27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下跌。与此同时，借贷成本上升结束了近10年的繁荣。马克龙敦促中国习近平放弃对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援。金融时报。据报道，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他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影响力，从乌克兰撤出俄罗斯军队。据白宫称，马克龙访问北京之前，他打电话给美国总统拜登，
此举看到领导人面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将加入马克龙的行列，但专家预计，这位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动摇放弃对普京的支援。乌克兰总理邓尼斯·史米哈尔此前曾呼吁中国加入西方国家，反对俄罗斯联邦吞并克里米亚。中国将其立场描述为不结盟中间人。乌克兰战争将决定中欧关系。金融时报，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期间，中国与莫斯科的无限伙伴关系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担忧，并迫使重新评估中欧关系。北京通过以低价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来帮助资助俄罗斯的战争努力，但是它尚未向俄罗斯提供大量武器。已经传达了一个资讯，即中国是增强俄罗斯的战争动力，还是真正的调解将是影响未来关系的主要因素。因为中国的不尊重行为导致欧洲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多年来，欧盟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但一些最强大的国家仍在优先考虑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欧盟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首先将其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不是完全放弃其先前存在的伙伴关系，而是重新定义和重组它们以避免依赖。欧盟必须识别与中国贸易带来的脆弱性，并利用其贸易和其他防御措施来阻止中国利用欧盟的市场开放性。问题仍然是欧盟各国政府是否准备好团结起来支援修改后的中国政策。与前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相比，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Olaf Scholz） 表现出不那么渴望迁就中国，但是商业利益仍在考虑之中。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认为法国是一个平衡力量，这可能会导致无意的模棱两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欧盟在与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发出统一的声音。中国能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吗？马克龙并没有说不。纽约时报，据纽约时报报道，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抵达北京，以增加欧洲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在结束乌克兰冲突方面有一席之地，并正在努力争取欧洲在局势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位法国领导人建议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改变莫斯科对乌克兰的计算的国家。他表示，中国可以在解决冲突方面产生改变游戏规则的效果，尽管他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马克龙对中国的独立立场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欧洲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他的观点与拜登政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推动欧洲更密切地参与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莫斯科，巩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反西方伙伴关系。然而，这位法国领导人已经察觉到中国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足够多的不安，以发挥外交智慧，他似乎看到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潜在用途。中国政府将培养欧洲合作伙伴，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视为新冠疫情后重新开放时的重要经济和战略优势。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敦促欧洲从美国获得独立，支持欧洲更密切地参与乌克兰事务。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认为与中国脱钩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但人们对中国的战略越来越担忧。中国希望到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并正在寻求参与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变革。有人担心，如果中国变得过于强大，可能会威胁到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欧洲的好警察和坏警察要满足习近平。BBC。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周四抵达北京，共同与中国接触。他们此行之际，欧盟尚未就如何处理北京达成明确的共识，成员国保持不同程度的密切关系，导致人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欧洲内部的差异来对抗欧盟。两人对中国的欧洲思维方式相当不同，观察人士预计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合作，可能会出现一个好的远景和坏远景的套路。法国和欧洲领导人访问系统性竞争对手中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和法国正在寻求缓解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的紧张局势，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由国家元首访华。虽然关系在20世纪后期蓬勃发展，法国大公司投资合资企业，但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出现了紧张局势，法国向台湾出售军事装备的窗口打开了。专家说，虽然巴黎在台北设有贸易代表处，但对法国来说，中国比台湾重要得多。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巴黎对北京人权记录的批评，正在影响两国关系。立陶宛不要像对待普京那样对习近平和中国犯同样的错误。Telegraph。 立陶宛外交部长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与中国总统习近平会晤之前，应避免重复犯错误。加布里埃尔·兰茨贝吉斯还警告说，不要重复欧洲拉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企图，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伙伴关系未能为欧洲大陆带来安全。立陶宛外交部长表示，通过经济伙伴关系遏制俄罗斯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普京对欧洲的灵活性感到鼓舞，而不是相信其立场。自去年11月立陶宛在台湾开设事实上的大使馆以来，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中国说台湾是一个分离的省份，并主张统一。冯德莱恩在访问前发表了严厉的讲话，称有必要与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与此同时，马克龙正在率领法国商界领袖出访，希望与中国签订贸易合同。芬兰加入北约，使联盟与俄罗斯的边界增加1倍。英国独立报。芬兰周二加入北约，成为该联盟的第34个成员，使该联盟与俄罗斯的边界翻了一番。虽然芬兰的加入是意料之中的，但此举将被视为对俄罗斯的重大打击。这对芬兰和北约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天。他们的加入使我们的联盟更加强大，我们每个人都更安全。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说，所有北约成员国现在也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接纳瑞典，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联盟站在一起，捍卫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打破其长期的军事中立，瑞典还申请加入北约，据说由于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这一进程被推迟了。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世界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